离婚协议你签了吧？所以你今天回来不是吃饭，是让我签离婚。我们之间早就该结束了。知意姐，你别误会，景川不是故意伤你，他只是不想再继续互相折磨了。曼宁，你不用替他说话。沈知意嫁进陆家3年，孩子没有，事业没有，娘家也帮不上半点儿。景川现在事业起来了，他还占着陆太太的位置，像什么样子？妈，3年了，我在您眼里就只剩这些。别叫我妈，离婚协议一签，你和陆家就没关系了。房子、车、股份都是陆家的，你净身出户。思月，这3年你吃陆家的，用陆家的，陆家没亏待你。陆景川，你公司第一笔投资是我跑了7家机构谈下来的，上市前供应链危机是我连夜改了3版方案救回来的。你和客户谈崩的时候是我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去道歉，把合同续下来的。这些在你眼里也叫吃陆家的，用陆家的。那些不过是你作为妻子该做的。景川，别这么说，知意姐现在情绪不好，万一闹起来，对公司名声也不好。她敢闹？她离了陆家，还有什么？陆景川，希望你以后真的不需要我。陆家的东西一件都不许带走。放心，我嫌脏。检查一下，太太，很快就不是了。我说了，陆家的东西我嫌脏。沈知意，说话别太难听。你们做事的时候不觉得难看吗？景川，算了，别让知意姐更难看了。以后你就是陆太太。那时我以为这是承诺，现在才明白，那只是一个身份标签。陆太太这个身份，我不要了。出了这个门以后，永远都别想再进来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走进过这个门。景川，民政局那边时间快到了。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不用提醒。沈知意，别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。离婚是你自己签的。是啊，我签得很清醒。知意姐，你别逞强了，你现在没工作，没住处，也没钱。如果真撑不下去，找个酒店住，别为了面子把自己逼得太难看。苏曼宁，你装好人的时候不累吗？沈知意，离了陆家，你最好收起脾气，外面没人惯着你。陆景川，你真觉得我离开陆家就活不了了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沈知意，离了陆家，你最好收起脾气，外面没人惯着你。陆景川，你真觉得我都不是。景川，别说了，知意姐够难受了。陆景川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错了呢？我唯一错的，就是让这段婚姻拖了3年。好，这句话我记住。沈小姐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傅晨舟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傅晨舟，我问你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沈小姐，这是富士资本战略项目负责人聘任书。聘任书？2周前，你投进富士资本战略顾问库的复还报告，当时会已经通过。沈知意什么时候投过复试报告？陆总不知道也正常，你从来没真正看见过他。傅晨舟，你少在这里装好人。他刚跟我离婚，你就拿聘任书出现，你敢说不是故意的？陆总觉得沈知意的价值只能来自一段婚姻。傅总，知意姐刚离婚，情绪还不稳定，现在谈工作会不会太突然了？富士聘用他看的是报告，不是情绪。傅总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但接不接由你决定。沈知意，你想清楚，富士和陆氏是竞争关系，你接了这份聘任装，就等于站。陆景川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站在哪里不需要你批准。陆总，不好了，富士刚刚发函暂停和陆氏供应链合作评估，富士要求陆氏重新提交报价、仓储应急和客户交付方案，原计划明天的联审会也暂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陆氏的方案经不起重新评估，
陆氏有没有问题，不是因为他离开才有，是因为他离开之后没人替你遮了。沈小姐，先上车，你淋雨太久了。沈之意，你今天上了他的车就别后悔。陆锦川，我最后悔的是从前太把你当回事。先处理伤，你可以自己来。谢谢。副总，你今天出现的太巧了。不算巧。你的报告2周前进入复试评审，我们联系过你3次，你没有正式回复。我今天去民政局，不是为了救场，我是去等一个正式答复。这里也有问题。你们算了运输半径，没算雨季延迟。南区仓库一旦遇到连续降雨，主路堵住，48小时内会出现2次断电。如果富士按原方案跟陆氏竞争，只看价格，很容易被陆氏拖进低价陷阱。但如果提前锁定备用车队和临时仓，成本会高一点，交付会稳很多。看来聘请书给低了。副总，我刚离婚，外界会怎么说，你应该清楚。富士聘你，不是因为你刚离婚，是因为你能看见问题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这个项目陆氏也在争，你接了，第一场仗就是和陆景川打。那些不过是你作为妻子该做的，没了陆太太这个身份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欢迎回到战场。不是回到，是我第一次为自己上战场。副总，陆氏那边刚刚回复，说暂停评估是富士恶意针对，他们要求明天继续联审。他们明天如果用这一版报价，一定会出问题。沈小姐，您怎么确定？因为这套算法是我3年前留下的旧草稿，陆氏现在没人改得动。明天我去复试，我不想再替陆景川赢了。副总真让一个昨天刚离婚的陆太太来管富士战略项目？我今天来不是汇报婚姻重转。如果各位质疑我的私生活，我们可以散会。如果各位要看项目，我现在开始。沈小姐，富士不是陆家，这里没人因为你是副总带来的人就给你面子。我也不需要面子，我只要数据。富士现在评估的这份陆氏方案有3个问题：第一，陆氏报价压得太低，低价不是优势，如果后续的运输放筹赔偿成没算出去，签了就是亏；第二，陆氏少算了天气一坏货送不到，客户门店会断货；第三，陆氏过去3个月有7次交代延迟，但正式报告里只写了1次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因为过去3年是我在处理。陆氏能把问题压住，不是因为系统成熟，是因为每次出问题时都有人在后面补。现在补桶的人不在陆氏了。副总，沈小姐毕竟和陆氏关系特殊，她说这些会不会带私人情绪？资料有没有依据？每一条都有邮件、报价表和客户投诉记录。那就继续。下一页是我建议富士立刻暂停陆氏方案的理由。沈小姐刚来复试，坐末位听一听，也方便熟悉流程。不会因为我做的谦虚就少亏1分钱。如果我是负责人，我就坐负责人的位置。如果各位不认可，现在可以向副总提出撤换我。沈小姐，气势不能解决问题。你说陆氏交付有风险，有没有现场证据？有。王经理，去年雨季南区仓出现过几次48小时延迟？3次。当时是谁临时调西区备用车补上的？是沈小姐。如果今年继续按陆氏现在方案执行，遇到同样天气，有没有备用线路？目前没有。这就是我说的风险。不是我和陆氏有私人冤念，是陆氏过去能撑住，是因为有人临时补救。现在那个人不在陆氏。那你能保证富士验收后不会出问题？我不能保证永远不出问题，但我能保证出问题前有预案，出问题时有人负责，出问题后客户知道谁来赔。主仓断了用备用仓，主路堵了用备用车。
客户等急了，不说空话，直接给补偿方案。还有问题吗？从今天起，这个项目沈之毅说了算。副总，这是不是太快了？富士不缺开会的人，缺能解决问题的人。10分钟后，我要看到各部门真实成本表，不要修饰版。按他说的做。陆总，富士发函了，重新提交。景川，富士这是故意刁难吧？沈之毅才进富士1天，就敢让富士这么做，他以为自己真懂项目。陆总，这版报价不能交，原因？仓储费少算了2个月，预计备用车成本也没放进去。如果按这个版本签，项目一旦执行，至少亏800万。景川，我只是按照知意姐以前留下的模板做的。苏小姐，沈小姐以前没有固定模板，沈先每个项目都是重新核算，她会把天气、仓库、司机、客户赔偿都单独列出来。可我看到文件夹里有旧报价表，那是底稿，不是最终版。够了，景川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，我也没想到知意姐以前的文件这么乱。不是文件乱，是她不在，没人知道怎么改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不如她？今晚之前把报价改好。陆总，时间太紧了，沈小姐以前做这类修正，至少要调3部门数据。陆氏离了他就不会做项目了。陆总，盛华那边来电话了。接进来。陆总，关于下季度续约，我们这边需要暂停一下。暂停？盛华和陆氏合作3年，从来没有暂停过，所以我们才更谨慎。是富士找你们了？我们只是重新评估交付风险。您不能因为知意姐去了富士就怀疑陆氏吧？苏小姐，我们怀疑的不是陆氏，我们担心的是沈小姐不在以后，陆氏还能不能保持以前的稳定。这份报价，今晚谁能改好？陆氏的客户，以前是。景川，盛华会不会是被富士那边影响了？张总，暂停续约是什么意思？陆总，我们只是需要重新评估合作风险。陆氏这3年为盛华做了多少事，你很清楚。我清楚，所以我更清楚，过去真正替我们处理细节的人是沈小姐。陆氏是我创立的。陆总，我们尊重陆氏，也尊重您，但每次交付延迟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仓库、司机、门店的人是沈小姐。每次赔偿方案出来之前，先跟我们解释清楚风险的人也是沈小姐。我们不是不信陆氏，我们是不确定沈小姐不在以后，陆氏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处理问题。所以你们要转向富士，我们会见沈小姐一面再决定。景川，他们肯定是被知意姐带偏了。她现在去了富士，当然会故意抢陆氏客户。早点睡，别弄得像公司离了你不转。联系远田和海一。陆总，远田也要求重新评估，海一也是。3家同时？他们都说要重新确认陆氏的交付能力。富士给了他们什么好处？不是好处，他们都提到了沈小姐。景川，知意姐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？她是不是故意等着离婚后报复你？她没这个本事。陆总，刚收到消息，沈小姐明天会代表富士去见盛华。她代表富士，盛华点名要见她。你可以拒绝。不拒绝。以前我替陆氏留住客户，现在我要替自己赢回来。傅晨舟，你接近沈之一是为了报复我。陆锦川，你太高估自己了。他刚跟我离婚，你就拿聘任书出现，你敢说不是故意的？我是故意去的，但不是为了你，我是去等他给傅氏一个答复。你觉得我会信？你信不信不重要。傅晨舟，别把话说得这么漂亮。他在最狼狈的时候，你出现的刚刚好，这不是趁虚而入。趁虚而入的人是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趁他爱你的时候，让他替你熬夜改方案，
让他替你陪客户，让他替陆氏补项目漏洞。等陆氏站稳了，你又告诉他，他吃陆家的，用陆家的，用陆家的。陆锦川，真正占便宜的人是你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，轮不到你评价。你和他已经离婚了，就算离婚，他也是我前妻。他首先是沈之意，你到现在还在用一个身份定义他，陆太太，前妻，离婚女人。可傅氏看见的是一个能看懂风险、能稳住客户、能救项目的人，所以你就让他来对付陆氏。不是我让他对付陆氏，是陆氏的问题本来就在。傅氏暂停评估，是你在针对我。是，陆氏报价不合格，交付方案不完整，客户风险无人接手。傅氏当然会针对这样的竞争对手，尤其是你。为了沈之意，为了项目，也为了他。你别忘了，他跟了我3年，那是你最不该拿出来炫耀的事。3年时间，你没有看见他，现在他走了，你也没有资格拦。副总，盛华远程海一3家客户的切除方案已经准备好了。沈小姐，让他自己定节奏。陆氏那边可能会反扑，那就让陆景川看看他以前看不上的人是怎么从他手里赢走客户的。景川，傅晨人是不是说了什么？陆总，傅氏那边已经正式约见盛华、远苑、海一3家客户，负责人是沈之一。陆总，主路积水，3辆货车都堵在高架入口，南区那批货今天送不到。绕路，备用路线没有提前报备，司机不敢走，还有2家门店已经打电话催了。陆总，盛华那边问我们今晚几点能到货？远程也在催，说如果明早开门前不到，要按违约处理。那就联系备用车队，以前备用车队名单是沈小姐直接维护的。现在不是提之意解的时候吧？客户那边先安抚一下，告诉他们雨太大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苏小姐，客户要的是货，不是安抚。以前这种雨天，沈小姐会提前1天把备用车队锁好，现在临时找，没人接。陆总，如果今晚处理不了，明天3家客户都会重新评估我们。把所有司机电话给我。陆总，司机只认沈小姐以前那个调度群。陆氏发工资给他们，还是沈之意发？沈小姐，南区客户临时加单，但主路积水，车过不去。主路不要走，可备用路会多20公里，多20公里比明天赔伪证金便宜。调西区备用车，先保核心门店。备用车队合同还没签完，我来谈。刘队，我是沈之音，今晚西区3辆冷链车，我要2辆。沈小姐，你不是离开陆氏了吗？所以这次不是替陆氏，是替傅氏，也替你把车费结清。你开口，我信。位置发我。15分钟后车动，2个小时内第一批货到核心门店。按沈小姐说的做。沈小姐，西区2辆备用车已经出发了。不要平均分，不平均，可3家门店都在催，先保核心门店，客流最大的2家不断货，客户就不会立刻翻脸。外围门店先发解释短信，承诺明早补齐，再给1张补偿券。让客服组按他的话发。司机到第1家门店前10分钟，客户负责人必须在场。为什么？让客户亲眼看到货到了。危机里解释100句，不如让他看见车。明白。沈小姐，货到了。先核数量，不够的部分明早7点补齐。沈小姐，你现在是在傅氏负责这个项目？是。那后续项目，我们想和你继续谈。明天上午我会带方案过去。沈小姐，客户愿意见我们了？不是愿意见我们，是危机还没结束。今言只是让他们不翻脸，明天才是正式谈判。这就是项目负责人该做的判断。说，傅氏那边货已经到了。他们怎么做到的？调了西区备用车。谁调的？沈小姐。景川，也许只是巧合，
他以前就在陆氏，认识那些车队也正常。那你为什么不认识？把沈之意以前的项目资料全部找出来。陆总，现在方案呢？陆总，目前只能先给客户一起补偿。我要的是解决，不是赔钱。景川，大家都尽力了，要不先发一份道歉仪，稳住客户情绪。苏小姐，今晚已经发了3版道歉函了。那你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我们不是没做，是以前这种事儿，沈小姐当天就能处理。你们一个个都只会提他吗？因为她真的能解决。景川，他们只是太累了，才会乱说。沈之意以前用的电脑在哪儿？应该还在您办公室。他走的时候没带录视设备。陆总，这是沈小姐以前留给项目组的共享密码。景川，现在看这些还有意义吗？知意姐都已经去复试了。景川，出去。我只是想帮你。出去。陆总，这是刚打印出来的旧批示，出去。别总装的自己很忙。快好了。景川，你还在看那些旧资料吗？知意姐以前怎么不告诉你？她是不是故意藏着这些东西，等今天让你难堪？我帮你看看，也许这些文件没那么重要。景川，这些文件你看得懂吗？可能他在忙吧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碰及吗？景川，可能他真的在忙。他现在刚进复试，肯定要表现给傅晨舟看。你除了说他故意，还会说什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被他骗。没了陆太太这个身份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景川，你不会真的要去找他吧？陆氏现在需要他。只是陆氏需要他吗？陆总，傅氏那边有新消息，说沈小姐今天上午会代表傅氏去见盛华客户。她亲自去。盛华点名要见他。他这是要抢陆氏客户？备车。陆总，您要去哪儿？傅氏。你没有写陆氏的问题。客户要的是解决方案，不是替我妈签字。需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，这是我自己的客户，我自己谈。有需要随时打给我。但那样，这一仗就不是我自己打的。不是替你谈，是给你兜底。谢谢。沈小姐，车到了。陆锦川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
我要见沈之意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我是陆氏集团陆景川。陆总，抱歉，沈负责人已经外出见客户了。哪个客户？不好意思，项目行程不便透露。先生，非内部人员不能进入办公区。那不是陆景抽吗？来找沈负责人。沈之意。陆总。你叫我什么？陆总，这里是复试，如果是项目上的事，请先预约。我们3年夫妻，你现在要我预约？离婚那天，是你说我们没有关系了。你们先上去，10分钟后开会。盛华是陆氏客户，你今天去见他们，什么意思？现在他们也是复试的潜在客户。你非要站到我对面？我只是站到我的工作位置上。陆氏现在遇到点麻烦，陆氏现在需要你。陆总，如果是陆氏项目问题，请发正式邮件。沈之意，你一定要这样。傅晨舟，你连他见谁都要管。他没管我。陆景川，是你到现在还以为我做什么都该向你解释。沈之意，沈之意，陆氏真的需要你。那是陆氏的事。沈小姐，陆总，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。沈之意，回陆氏帮我一次。盛华、远琛、海一3家客户同时重新评估，项目部现在接不住。你最熟悉这些客户，你回来处理，条件你可以提。我知道之前有些话说重了，只是有些话说重了。你把离婚协议砸在我面前，你让你母亲查我的行李，你在民政局门口说，没了陆太太这个身份，我什么都不是。现在你来找我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是因为陆氏出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陆景川，你不是想我回来，你只是想让那个替你补坑的人回来。我们3年夫妻，你就不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？3年夫妻，陆景川，离婚那天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关系了吗？我替陆氏熬夜的时候，你说那是妻子该做的；我离开陆家时，你说我活不下去。现在陆氏乱了，你又想起我们3年夫妻了。傅晨舟，你满意了？这和傅总无关。陆景川，我不是赌气离开你，我是真的不要你了，是让我签成离婚。陆总，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别以为他真的会跟你走，他不是跟我走，他是离开你。陆总，我们复盘了这次报价错误。景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打开知意姐以前留下的报价表，照着格式改了一下。我也不知道她以前的资料这么复杂，我只是想帮你。苏小姐，沈小姐留下的是底稿，不是正式报价。那她为什么不标清楚？她是不是故意留下这些东西让我出错？陆总，我申请展示系统修改记录。有必要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，不是追究责任。放。景川，我不是故意删的，我以为那些费用会让报价变高，客户不喜欢。报价低了执行不了，客户更不会喜欢。我只是想帮你。你为什么删？我以为报价越低越有优势。从今天开始，你退出项目组，项目资料不准再报。景川，你现在是在怪我吗？你以前不是说这些事谁做都一样吗？我以前看错了。陆总，复试那边已经确认，沈小姐明天会带队和盛华进行第2轮会谈。陆总，松手。沈之意，我只问你一句，3家客户的会谈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去？我是复试项目负责人，这是我的工作。
那些客户是陆氏3年的老客户，也是我维护了3年的客户。你以前不在意，现在也别拿客户情欠压我。沈之意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？绝？陆景春，我签离婚协议那天，你怎么没觉得自己绝？这是我和你的事，别让傅晨舟插手。松手，傅晨舟，这是我和他的事。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别忘了，她是我前妻，她首先是沈之意。你以为给她一个负责人身份，她就真能和我作对？她不是和你作对，她只是终于不替你拧了。傅氏会正式接住盛华、远逸、海怡3家客户，项目负责人沈之意，你真的要这么做？我已经说过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那我们3年算什么？算我看错人。陆总，刚收到消息，远程和海逸也同意和傅氏会谈了。沈小姐，我们和陆氏合作了3年，现在突然转向傅氏，董事会会问原因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盛华最担心的不是价格，是门店开门时货架上有没有货。陆氏能给低价，但现在陆氏没有明确告诉您，出问题谁负责。你敢把责任写进合同？不敢写责任的承诺，才不可信。如果傅氏也遇到昨晚那种雨夜堵车呀？第一，提前锁备用车；第二，主路堵，走西区入行路线；第三，核心门店先送，外围门店提前通知并补偿。沈小姐，你这份方案比陆氏这次补交的清楚。客户要的是稳定，不是听我评价竞争对手。沈小姐，我明白为什么昨晚货能到。盛华愿意和傅氏进入正式合作流程。张总，陆氏的补充方案还没正式提交，你现在决定是不是太急了？陆总，陆氏的方案我们看过了。陆氏和盛华合作3年，你应该清楚我们的实力。陆总，我当然清楚。但过去3年，我们信的一直是沈小姐的处理能力。以前她在陆氏，我们信陆氏；现在她在傅氏，我们愿意重新相信傅氏。沈之言，你真的要把陆氏客户带走？陆总，客户不是我带走的，是陆氏自己留不住。陆总，后续如果陆氏有更完善的方案，我们仍然欢迎公平竞争。那我们按流程推进。你是不是早就等着这一天？不，我只是终于不用再凭你守着了。景川，怎么了？我认识的沈之意总是在等我看见他。进来。陆总，查这个创投营，我要知道沈之意当年和傅晨舟到底有没有交集。景川，也许只是同一场活动而已。知意姐要是真和傅总早就认识，她怎么会嫁给你？ 10年前他就已经被傅晨舟看见，那我这3年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把一个早就闪过光的人关在陆太太这个身份里，然后亲手赶走。今晚查清楚。傅晨舟，你10年前就认识他。这张照片您还有印象吗？这个姑娘我记得，她叫沈之意。对，沈之意，当年1等奖，人很安静，但方案写得特别稳，不像学生作品。这个人呢？青州资本的傅晨舟，他当年是评审，不是正式评审，他当时代表青州资本来旁听项目。他和沈之意有过接触吗？颁奖当天应该没怎么说话，但傅先生后来找过他，他对那个1等奖方案很感兴趣，说这个作者对交发和风险的判断很干净，想邀请他去青州再检实习，判断很干净。
傅晨舟10年前看见的是他的能力，而我说他吃陆家的，用陆家的，说他的付出是妻子该做的。听说他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活动结束后就离开江州一段时间，报名崖上的电话后来停机了。你看，这里还有当年的联系记录。沈之意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那时候联系不上他，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。陆景川，你真觉得我离开陆家就活不了？事实而已。陆总，傅氏那边也有动作。沈之哀从来不是离开陆家就活不了的人，是我把他看低了。从头到尾，我都没有看见真正的他。副总，这份资料不是档案室刚调的吗？有些人的判团率10年前就很干净。您这些年一直保存着，您当年为什么没有继续找？找过，创投营学校报名资料都找过。他家里出了事，人突然离开江城。那时候青州自警刚拆分，我也被调去海外项目。那现在沈小姐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您不打算告诉她？她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听一个男人说自己记了他10年，他需要先站稳，等他愿意听的时候再说。副总，陆景川在查2014青年创筹营，让他查，有些真相他越早知道，越该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。陆总，照片修复出来了。不是新欢，是旧识。沈之意，我们谈谈。你们先去会议室整理资料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你查我？我问你，你和傅神州10年前就认识，那和你有关系吗？所以你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。陆景川，不要把你的背叛做到我身上。你婚内护着苏曼宁，逼我净身出户，在民政局门口羞辱我。现在你翻出一张10年前的合影，就想证明是我早有预谋。傅神州当年找过你。你说什么？青州资产找过1等奖方案作者，傅神州亲自问过你的联系方式。你真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就算他10年前见过我，也不代表我欠你解释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参加过创投营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拿过1等奖？我说过，婚后第1年，我把那本笔记放在书房，你看了一眼，说这些学生作品没用。过去的东西就别拿出来讲了。陆氏现在看的是真本事。我那时候不知道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不想知道。所以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开我？陆景川，是你一步步让我不想留下。陆总，傅晨舟，你听得很满意。这是傅氏办公区，你影响到项目负责人工作，项目负责人，她是我前妻。她首先是沈之意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？就凭你到现在还在用一个失败的婚姻身份定义她。陆太太，前妻，离婚女，陆景川，你给她贴了这么多标签，却从来没认真叫过她的名字。你少把自己说的懂，你不过是10年前见过她一面。是我10年前见过你，我认识的是10年前写出1等奖方案的沈之意，不是你的前妻。所以你早就在等今天。我等的不是你们离婚，我等的是他有一天重新回到他该站的位置。你说的好听，他离开我那天，你不还是立刻出现？他离开你，不是因为我出现，是因为你把他推到了鱼里。陆景川，我和你的事儿早就结束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念过去？我念过，所以才忍了3年。远程会议5分钟后开始。好。傅晨舟，你别以为你赢了，
陆景琛，我从来没把他当成你我之间的胜负。你不要的，是我10年前就想请回来的人。陆总，如果远程和海一也转向富士，陆氏下季度现金流会受到明显影响。景川，客户现在只是被沈之意带欢了，等他们冷静下来，会知道陆氏才是长期合作方。陆总，客户不是被带播，过去3年，他们习惯了沈小姐的响应速度。她不在之后，陆氏确实接不住。你们怎么又提他？现在是陆氏内部会议，不是替沈之意邀功。他说的没错，过去3年，陆氏很多项目是沈之意撑起来的，盛华续约、远庭交付、海恩报价修正，包括雨季应急调度，都是他在做。以后陆氏内部复盘，所有沈之意经手过的方案，按实际贡献归档。明白。他不在这里，他听不到，就算听到了，也未必还在意。把会段会议记录发给沈之意。陆总发给沈小姐吗？发。过去3年，陆氏很多项目是沈之一撑起来的。这句话来得太晚了。沈小姐，远程这版补偿条款要不要再压一点？不压，责任写清楚，比报价好看更重要。他说什么？准备股权转让协议。陆总，您是我要亲自见他。你看看。陆总，如果是陆氏合作资料，请发富士项目邮箱。不是项目资料，是给你的。陆氏股份，我可以转一部分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后悔了，因为陆氏需要他，还是因为他去了富士，我终于怕了。这是你应得的。以前我说这些是我做的，你说那是妻子该做的，现在你说这是我应得的。陆景川，你的标准变得真快。我承认，以前是我忽略你。不是忽略，是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看。那我们重新开始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复婚。陆太太的位置还是你的。陆景川，你还没明白，陆太太这个身份，我早就不要了。可你以前明明很在意。是，以前我以为那是你给我的承诺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只是你用来定义我的标签。股份、身份、婚姻，迟来的认可，他曾经想要过，可现在都不要了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我自己。之夜，别这么叫我，我们之间最好只剩工作关系。回去把赔偿条例第7页再核一遍，明天不要有错字。好的，沈负责人。沈之意，你们先下去。明天的竞标你一定要亲自上。我是项目负责人。现在所有人都这么叫你。之意，我们毕竟3年夫妻，3年，不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所以你应该最清楚我是怎么一点点死心的，不是一天死心的。是我每次想让你看见我，你都转身去护苏曼宁；是我每次替陆氏解决问题，你都说那是我该做的；是我被你们检查行李时，你站在旁边没有阻止。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爱我，你只是发现没人再替你补坑了。不是，陆氏刨价出错，你来找我；客户要走，你来找我；项目要输，你说我们3年夫妻。陆景川，你每一次想起我，都是因为你需要我解决问题。那你让我怎么做？不用做了。你该补偿的人，是过去那个愿意等你的沈之意，可他已经不在了。沈小姐、陆总，明天上午9点最终竞标，富士和陆氏同台汇报。收到。甲方会当场宣布优先合作方，请2位准时。明天你不会让步，对吗？项目场上没有让步。陆氏的优势是成本控制，
我们愿意以更低预算承担同等交付。陆总，低价我们看到了，但如果遇到上周那种雨夜堵车，你们谁负责？陆氏有成熟团队应对，具体负责人是谁？多久响应？延迟怎么赔？富士的报价不是最低，但客户要的不是一份看起来漂亮的低价，客户要的是出问题时有人接电话，有车能动，有赔偿能落地。沈小姐，你敢把响应时间写进合同？敢，因为不写进合同的承诺，出了事没人认。主仓断了，用备用仓；主路堵了，走备用路。客户开门前货必须到。如果同时3家门店断货，先保客流最大门店，外围门店提前短信告知，补偿券同步发放。客户最怕的不是晚，是没人告诉他为什么晚，什么时候到，损失谁来承担？经综合评估，本项目优先合作方为富士资本。感谢信任，富士会按承诺执行。我输了，不是输给傅晨舟，是输给了沈之意。沈之熙，你凭什么？沈负责人，客户那边已经有人问了，要不要先暂停项目启动会？不暂停，先给客户发正式说明，项目启动时间不变，负责人不变，交付承诺不变。可网上现在都在说您和副总……客户关心的不是八卦，客户关心的是项目会不会受影响。把今晚发给客户的启动表拿来。你先处理项目，舆论会影响富士，所以我处理舆论。你的位置不需要靠解释森生活来证明。通知法务和公关，半个小时后发布会，所有抹掉沈之意专业价值的言论，逐一追责。关于沈之意女士任富士资本战略项目负责人的质疑，富士只回应3点。副总，外界认为您是在私人关系上偏袒沈小姐。富士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聘用负责人，也不会允许任何人用生生活抹掉一个人的专业价值。针对恶意造谣者，富士法务已启动追责。沈小姐，明天启动会照常。他的位置切开背板叙事。我看到他和傅沈川被摆在新闻里，第一反应一定是愤怒，是重要。可这一次，最先刺痛我的，当外外质疑他时，他拿出证据维护他。他平静的像终于不用躲在任何人身后。陆总，高料源头查到了，初始高料账号和苏小姐常用的媒体联系人有资金来往。陆总，要不要压下去？您去哪儿？找苏曼宁。景川，你找我？解释。景川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害怕失去你。沈之意一走你就变了，你以前不会为了他凶我，不会为了他让我退出项目，更不会为了他去查我。所以你就去毁他。那他呢？他一走你就后悔了？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不是吗？你不是说没了陆太太这个身份他活不下去吗？现在他进了富士，赢了客户，你就开始后悔。景川，你不是恨他，你是发现你真的离不开他了。从今天起，你退出陆氏所有项目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你走，是陆氏不需要一个只会制造麻烦的人。那沈之意呢？他制造的麻烦还少吗？沈之意解决问题，你制造问题。银行那边来函了，因为盛韩项目流失，远航和海信暂缓续约，银行要求陆氏补充担保材料。财务部刚测算，下季度现金流可能出现缺口。离开项目组。陆总，如果远程和海一再转向富士，银行受限会继续受限。我终于清掉了苏曼宁，可陆氏的窟窿已经开始扩大了。
副总，甲方那边刚刚确认，下午最终协议谈判，刘总希望您亲自出面。副总，如果您亲自去，签下来的概率更高。刘总一向难缠，沈负责人虽然准备充分，但对方可能还是要看富士最高层态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就你去。副总，甲方点名希望您。项目负责人是沈之毅，富士不能一边说他负责，一边在关键谈判时把他换下去。你去谈，我在外面。好。副总，刘总在里面等您。今天由沈负责人谈。可是刘总说，希望最终条款由您亲自确认。我可以确认。他可以代表富士项目组。按你准备的谈。副总，您真不进去？他不需要我替他赢。沈小姐，富士的方案我认可，但我只问一句：如果3天内交付失败，富士怎么赔？赔偿条款在这里。核心门店延迟超过6小时，当日预估损失80%赔；外围店铺延迟超过12小时，按合同单价15%返还。连续2次交付失败，甲方有权解除部分区域合作。解除部分区域合作，这个条款你们也接受？接受。沈小姐，你知道这个条款对富士不算轻吗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敢写？因为我不怕写责任。客户最怕的不是项目出一次问题，是出了问题之后，所有人都说不归自己管，没有责任的承诺才最不可信。条款还有问题吗？责任清晰，执行路径也清楚。沈小姐，我终于明白副总为什么让你负责。因为这个项目需要有人负责到底。他在里面。是。你真放心让他一个人谈？我不放心的是那些不肯让他上桌的人。沈小姐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后续对接直接找沈小姐。沈小姐，捕获流程那张图能不能会后发我们一份？赔偿条款写得很清楚，后面执行起来会省很多沟通成本。这些小事都是团队做的。我当时以为他懂事，现在才知道，是我又一次把他推回了影子里。之毅，恭喜。谢谢陆总。把签约版扫描发回公司，通知法务准备项目启动。好的，沈负责人。这一次，他不是赌气，不是逞强，也不是等我追。他以前也这样站在我身边。是，可你从没让他站到台前。你习惯他替你补漏洞，替你挡风线，替你把事情做好，但你不习惯别人看见他。我不是不知道他做过事，我只是从来没有让那些事成为他的光。我以前真的，我后悔了。你该说给他听，但他听不听，已经不是你能决定的事。陆总，还有事。我不是来谈项目的，我后悔了。我后悔没听你说完那些方案，后悔在陆家让他们检查你的行李，后悔在民政局那天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之毅，我真的后悔了。陆景川，晚了。我最需要你看见我的时候，你把我当成陆太太；我最需要你相信我的时候，你护着苏曼诗；我最需要你给我一点体面的时候，你把我踩进鱼里。我可以改，可我已经不想等了。你现在后悔，不是因为你突然懂得爱我，是因为我终于离开了你，还活得很好。过去3年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这一次
我不给。副总，2014创投营旧联系人回复了，还有一份当年的手写备注。10年前不是没找过，只是错过了。这一次终于重新站在他身边。副总，要现在告诉沈小姐吗？等他愿意听。沈之意，这一次不会再错过了。你当年找过我？找过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当年我看过很多方案，大多数人讲规模、讲利润、讲扩张，只有你先写，如果货送不到，客户怎么办？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作者不是只想赢，他是真的懂责任。所以你一直记得那份方案？我记得的不是方案，是写出那份方案的人。那时候如果我接到电话，也许会不一样。也许，但你现在也不晚，沈之意，你现在站回来了。谢谢你告诉我。不用谢，这不是我给你的价值，这是你本来就有的。陆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傅晨舟，你10年前就认识他，是，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你先去会议室，旧资料明天再整理，这不是你需要被他们争论的事儿。之一，你早就知道他是谁，你早就等着他离开我。陆景川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只会用占有理解关系。你少说的这么感情。我10年前见过他，欣赏他，也找过他，但他嫁给你那3年，我没有打扰过他。是你先不珍惜，是你把离婚协议砸到他面前，是你在民政局把他一个人丢进雨里。他是我前妻，他不是你的所有物，你敢说你没有趁虚而入？他不是我抢来的，是你亲手把他推开的。如果没有你，他也许会回来。你到现在还不懂，他离开你不是因为有人接住他，是因为你让他没有理由再留下。你不要的是我10年前就想请回来的人。我丢掉的不是一个前妻，是10年前就值得被请回来的沈之意。沈负责人，需要叫保安吗？不用。之意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说那些话，不该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我也不该让你一个人在雨里。我现在才知道，那天你有多疼。陆景川，我曾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我给过你机会听我说完一个项目，给过你机会在陆家人面前维护我，给过你机会在我被苏曼宁羞辱时看我一眼，可你一次次让我知道我在你身边只是附庸。不是你不是附庸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你现在知道了，我可以改。我相信你会改，但那和我无关了。陆景琛，我不恨你了。那我们不恨，不代表还爱。沈之意，你真的一次都不回头了吗？我回头太多次了，这次不了。谢谢大家。这个项目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从报价、仓储、调度、法务到客户响应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扛住。但我也很高兴，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站在这里。沈小姐，他不会再回头了，他本来就该往前走。这里风大，比雨里好多了，傅沈舟，我能感受得出来，但我不想再成为任何人的附庸。我不想从陆太太变成傅太太，也不想别人提起我时永远先说我是谁身边的人。我怕我刚站起来，又走进另一个身份里。我明白，那我就等你不怕的时候再说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明天告诉你。你说今天告诉我。10年前，我看到这份方案时，想请你进青州资本，后来没找到你。
现在找到了。是，但现在的你不需要被谁找到，你已经自己走回来了。昨天我说我不想再成为任何人的附庸，我记得。所以你今天要说什么？你从来不是谁的附庸，沈之一，我希望你成为的不是傅太太，不是谁的影子，我希望你能成为陪我走下去的同路人。如果有一天我走得比你远呢？那我追上来。如果我选择自己的路，不是你想要的方向呢？那我尊重你的方向，选择权在你。